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尼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10季第3集。辛巴为了巩固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强行为了一封邮件召集了全家人。正当大家都有些不悦的时候，唯一收到邮件辛巴向大家复述了邮件内容，原来是家里的孩子都进了全美小学生名人录，现在需要提交孩子们的名字以及订购杂志册数。孩子有出息了，做母亲自然高兴。辛巴亲吻了2个孩子，并决定奖励他们。虽然辛小妹已经看穿了这不过是杂志的营销手段，但小辛努力对她挤眉弄眼，她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奖励的内容了。孩子就是孩子，有奖励也就不那么在意真相了。就在全家人的欢呼雀跃中，来到家庭游乐场。到达目的地之后，辛巴感叹从车里出来真好啊，然后转眼就把目光投向了一旁的卡丁车。一家人就这样驾车过来玩车，辛巴还得意洋洋地向儿子炫耀车技。小辛是一脸无语，真的你都开过，游戏也值得这么高兴？辛小妹很不满老妈稳中求胜的原则，在她身后蛇皮走位之后就直接超车了。在被连续超2圈之后，辛巴还是不愿意改变他的比赛方针。同在赛道的还有小胖子和眼镜仔，他们2个一向是周瑜和黄盖的组合。这不，小胖子刚追上眼镜仔就开始撞他，这一下还能招架住，接下来就直接把人家撞飞了。慢吞吞行驶的辛巴依然将发生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严厉斥责小胖子可耻的行为，但是小胖子不仅没有认错，还叫他一旁待着去。此时早已结束了辛巴和2个孩子又开始了下一个项目，打球游戏。为了既保持帅气又展现实力，辛巴拒绝采取保护措施，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游戏。第一球落空了，那肯定是没有准备好。第2球又没有打中，失误。再来一次，不仅没打中球，还被球打了。接下来就是球单方面打辛巴，不得不说这球的准头比辛巴强多了，一颗都没落下，把辛巴全身上下安排的明明白白。小孩的优势就是能够成为游戏里的 bug， 姐姐投不中球没关系，小辛出手包中。然而这些小把戏在真正的作弊之王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靠配合才得来了2张奖券，小胖子只需要跳开奖券箱，一大卷都是他的，简单粗暴又直接。事实就是小胖子强盗逻辑更胜一筹，直接用这一卷兑换了一把枪。眼见这样的杀伤性武器，小辛眼睛都直了，他马上向小胖子表示自己想要试试。小胖子答应了，想的话就去他家，说完就走了。但没有料到辛巴正在小辛身后，他严令禁止小辛去找小胖子，因为那是一个十足的坏孩子。回到家后，兄妹俩开始讨论战利品，显而易见，输则假胡子怎么比得上那杆枪。小辛不顾辛巴的叮嘱，顺着窗外的树就溜走了。此时的小胖子站在墙上刻字，小辛很羡慕小胖子有一个不会约束他的母亲，让他们来做正事吧，试试这把枪。看到小胖子连发几枪之后，小辛心痒痒的，询问自己是否能开1枪，但小胖子似乎存心要刁难他一下，眼见危险没有用，目光转向了叽叽喳喳小鸟。小胖子爽快的把枪递给了小辛，我赌你不敢打小鸟。刚开始小辛确实很抗拒，但是耐不住小胖子一直激将他，你是不是不敢？他甚至还说小辛要取眼镜仔，还用很娘的姿势刺激他，这就超出小辛能忍受范围了。他马上拿起枪瞄准那只可怜的小鸟，面对如此鲜活的生命，他还是犹豫了，但是枪已在手，断没有不开1枪的道理。于是他朝着另一边打了1枪，谁能想到这样都能中？眼见着小鸟从树上坠落下来，小辛自责极了，小胖子却对他这样高超的曲线打击赞赏有加，还给了他一个冷血杀手称号。正中脖子，枪法很准。家里的辛巴辛妈正在收拾洗好的衣物，说是2人一起，也只有辛妈靠谱一点。辛巴直接把袜子裹成了一个球，于是他又被分配了新的任务，收拾篮子里的衣服。谁知他竟然觉得叠内裤工程量过于浩大，他必须找一个帮手。小辛男女混合河东狮吼之后，来的不是小辛，却是辛小妹。当问及小辛去哪了，辛小妹只是撒谎说去找眼镜仔了。然而辛巴大嗓门那不是虚的，转头就朝着窗外叫眼镜仔让小辛回家，这一下就露馅了。辛妈气势汹汹的要去找小辛算账。此时2男孩正在思考怎么处理小鸟尸体，本来就自责小辛自然不愿意小鸟落入小胖子手里，但小胖子很不以为然，又没人判你刑，紧张什么？人不会计较，但是鸟呢？小辛已经想象到惩罚是什么了，就是啄烂他的脸。良久，他才从想象中清醒过来，没有什么法官鸟儿，是小胖子在扇他的耳光，因为他很无聊。就在这时，辛妈开车到了。此时的小辛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一心想让辛妈把自己带回去，可惜他藏于身后的小鸟尸体还是被发现了。这下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就算认错了，辛妈也不想再原谅他。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教育对儿子还有什么意义，他不想再管教小辛了，直接扔下一句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独自驾车离开了，留下小辛一个人在原地徘徊无措。正当他不知怎么办才好，突然瞥见了树上鸟蛋，母亲已经死于非命，不能让孩子再步后尘。小辛索性爬上树，把鸟蛋取下来，自己照顾他们。为了学习到如何孵化鸟蛋，小新还专门上网学习了相关知识。
始，孵化的必要条件是温度，这可以用灯泡来代替。等到孵化成功，喂食则需要通过反刍来完成。孵蛋技能学习完毕，小新开始他做妈妈的旅程。首先就把树屋通电，再接上灯泡，完美。就是地下室少了灯光，有点费心吧。不过现在小新没工夫想这些，他正忙着给两孩子取名字呢，快乐小子和小巴特。母亲不是那么好当的，调节温度、遮风挡雨都是家常便饭。更重要的是，面对突发情况，连着好几天都看到小新在树屋活动，还在上面通了电。新妈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把电断了，在树下呼唤小新。没有灯光的小新只好自己坐着孵蛋。新妈只听他敷衍两句就完事了，于是就自己爬了上去。永远不要想瞒过自己的母亲。和上一次不同的是，新妈得知后温柔地抱住了儿子。就在这时，沉寂久的鸟蛋终于有了动静，于是两个蛋被搬到了室内。现在正是孵化的关键时期，必须格外注意保暖，所以新妈接连烤了几个派来维持温度，这可便宜了辛巴。等待小鸟破壳的时间总是格外漫长，辛巴就是第一个不耐烦的。他表示小新只用了5分钟就生下来了。人类对于别人的痛苦果然是毫无知觉，因为事实上生小新花费了53个小时。又过了良久，鸟蛋没有辜负小新悉心照顾，已经出现很多细屑裂缝。在全家人专注的目光之下，出现2只绿油油似恐龙的生物。不得不说，它们跟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且还会咬人。好在还是有明白人的，新小妹就告诉大家这应该是蜥蜴，但小新很明显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既然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鸟，那就只有找专业人士了。当校长看到小新手里的这2只生物以后，他十分的高兴，然后就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还好小新解救及时，不然刚出生就夭折了。但是校长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这是一种恶夺窃蛋龙，他们先吃到鸟蛋，然后用自己的蛋代替。等到母鸟孵化之后，小溪就会再吃掉母鸟。已经有好几种鸟都被灭族了，还有好几种正在他们的计划之中。不过校长很好奇，这些蜥蜴是怎么远渡而来的？这个问题出在了阿普身上。最初2只蜥蜴就是他从订购甜甜圈箱子里跑出来的。不过眼下更重要的显然是处理掉这2只生物。然而小新已经决意护他们到底，但是法律法规不容侵犯。在新妈请求下，校长勉强同意给他们一点时间，只剩下新妈了。小新才说出自己对他们的感想。虽然别人都觉得他们是怪物，但是自己养了他们，爱他们，他知道别人很难体会这种感觉。不过新妈倒是很能感同身受，因为对于他来说，小新也是这样的存在。看眼前的小男孩有了做母亲的心情，索性就再放纵他一回吧。等校长推开门时，小新已经跑掉了。新妈一个人堵在门口为他拖延时间，虽然也没能抵挡多久。此时的小新正在跟他们的孩子们谈心，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是鸟蛋杀手。看着与小新犯错之后的同款表情，就知道是真的。即使如此，小新也没有打算把他们交给追上来的人们。但是最终，小新和他的孩子们还是无路可退了。就在他和校长争夺之时，小蜥蜴摔下了天台，想象中的血肉横飞没有出现，因为他们张开了双翼，钻到了路边草丛去了。很快，电视上就展开对他们的报道。迅速发现的他们，此时正在镇上大杀特杀，凡是带翅膀、带羽毛的小家伙都难逃浩劫。不过这样，镇民们就不用为那些带着传染病的聒噪的鸟儿烦恼了。所以这样算下来，小新也是大功一件，镇长亲自颁奖给他，就连一旁的校长也承认是自己错了。新小妹却觉得蜥蜴翻来成灾是个麻烦事儿，校长告诉他一物降一物，最后总能解决的。新爸和新妈都为儿子做的贡献而骄傲。只有新小妹询问小新，为什么杀一鸟伤心，而杀数万却毫无感觉？这个问题太难了，还是比赛谁能坐副驾驶吧。就在不远处，一只鸽子正被成群的蜥蜴撕碎。一次外来物种的入侵，揭示了不少的社会问题，比如人们的观点总是会随着权威话语而转变。不过最有趣的还是迸发母性的小新所反映出的人类对于私心和爱心的理解。人类作为有思想的独立个体的存在，天性中就带有私心，但私心也分卑鄙的私心和伟大的爱心。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丝毫不顾及旁人，视为卑鄙；无私奉献，不惜牺牲自己，视为伟大。而本节小新正是在伟大和卑鄙之间徘徊。误杀小鸟之后，出于亏欠和怜悯，决心照顾他的孩子，付出了不少心思。这时候的小新浑身散发着人性与善良的光辉，但当他得知自己养的竟然是危害鸟的生物后，竟以私保全，成就自己所谓的慈悲善良，却寄数以万计鸟儿生死于不顾。利己的私心和利他的爱心，终究是2种不同的概念。只顾着眼前的怜悯，而置万千生灵于不顾，终将让良善之心沉寂在无边的罪孽之中。当名利和溢美之词充盈于脑海之间，没有人能逃过由虚幻的美好所编织的梦境。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